2025年新马领导人非正式峰会讨论的重点，不只是水源本身，也包括两国是否共同投入资金，提升供水能力和水质。对新加坡来说，这关系到长期水安全和跨境系统稳定；对柔佛来说，这关系到本地发展、产业承接和城市扩张所需的基础设施能力。核心变化在于，未来10几年，新马正在把水议题从长期政治争议转向共同利益和系统建设。水供曾经是两国关系中最敏感的旧问题之一，现在正逐步进入合作议程，这正是当前最值得关注的变化。新加坡和柔佛的水关系并不是近几年才升温。1962年水供协定规定，新加坡每天可从柔佛河抽取 2.5 亿加仑原水。这项安排长期既是现实保障，也是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。所以新马水供长期都和历史争议、价格、主权以及相互依赖联系在一起。今天的重点已经发生变化，气候波动加大，降雨分布更不稳定，原水流量和水质都更容易受到影响。柔佛本身也在扩张，人口、工业、城市开发以及柔佛、新加坡经济特区都会推高对稳定供水的需求。新加坡这些年依靠 New Water 海水淡化和本地集水提升了自主能力，但跨境原水仍然具有现实价值。在强调系统韧性的框架下，稳定的外部来源仍然是安全的一部分。再看经济层面，新马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1500亿新元，跨境通勤、供应链、资本和人才流动，使两地形成高密度连接。今天讨论水，讨论的是这条跨境走廊能否支撑未来10年的发展强度。这里有一个容易被简化的地方，新加坡愿意讨论柔佛水供基建投资，反映的是对长期稳定供水和跨境系统安全的重视。马来西亚愿意合作，反映的是对本地供水能力升级和区域发展需求的回应。关键变化在于，双方处理水问题的框架正在调整。过去，水供经常被放进价格、主权和政治筹码的叙事中，这种叙事传播很快，但会压缩技术处理空间，使很多具体问题长期停留在争议层面。2025年非正式峰会把重点放在提升供水能力和水质，说明双方正在把讨论重心转向系统是否能够承受未来负荷。这个变化很重要。议题从权力争论转向能力建设之后，合作空间明显扩大。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落实到原水处理、输配系统、储备能力、水质改善和维护升级等具体环节，每一项都有明确的工程标准、预算逻辑和执行周期，也更容易推动跨部门协作。技术议题进入官僚体系之后，通常比高调政治表态更稳定。领导人先定方向，后续由水务、财政、地方政府和执行机构推进细节，这种路径有助于降低摩擦。双方也都看到了现实成本。对新加坡来说，水安全关系到国家韧性，跨境原水仍然提供重要缓冲。对柔佛来说，承接更多产业、人口和跨境资本需要更高水平的供水系统。双方推进合作主要是基于各自利益和风险管理需要，这个逻辑也可以放在 RTS Link 的背景下理解。RTS Link 服务于已经形成高密度互赖的新山和新加坡，目标是用更高效率、更低摩擦的连接支撑跨境流动。水供合作与此一致，都是在把原本敏感但关键的连接转化为更稳定的基础设施安排。新加坡愿意投入前期资本，目的在于降低未来中断风险，提高互信，并增强跨境秩序的可预测性。单看水协定本身，很难解释双方为什么在当前阶段对基建投资更积极。真正的背景来自更大的区域布局，也就是柔佛、新加坡经济特区和 RTS Link。 经济特区的推进不仅涉及招商、税务和资本流入，更依赖底层容量是否足够。水、电、道路、
通关、土地审批和劳动力流动都会直接影响项目能否落地。水在这些条件中尤其关键，平时存在感不高，但一旦出现问题，影响会扩散到工厂、住宅区、商业区、医院和学校。柔佛愿意与新加坡更深度协同，原因在于柔佛当前的目标已经不只是提供土地，而是提升为能够承接产业、人口和服务业扩张的区域节点。要实现这一点，供水系统必须先完成升级，否则投资意向很难转化为长期落地。企业真正关心的是未来数年到10年的稳定供水能力、水质保障以及城市扩张承载力。新加坡的角度也很明确，新加坡是在投资一个与自身高度相连的外部环境。由于土地有限、成本高、产业升级速度快，柔佛能够提供更稳定的承接空间，就会提高新加坡企业、供应链和服务网络的弹性。RTS Link 体现的是同一逻辑，项目的重点是把原本高度拥堵、依赖长堤承载的跨境流动升级为更可预测的系统。随着 RTS Link 压缩通勤时间并降低不确定性，两地之间的人流、消费流、就业流和资本流会进一步增加。到了这个阶段，水供会从后台条件转为前台约束，因为更一体化的跨境经济圈会显著提高对基础设施稳定性的要求。新加坡当前讨论水供投资，目的在于为 JS、SEZ 和 RTS Link 之后的新格局提供基础支撑。RTS Link 解决跨境人员流动问题，供水系统决定城市和产业扩张能否持续，两者需要同时成立，跨境整合的红利才会稳定释放。把视角再拉高一点，成熟的地缘安全并不只是追求完全切割，而是把现实中的互赖关系转化为可控、可预期和可修复的安排。很多人谈到水安全时，会把重点放在尽量减少外部依赖，这个方向可以理解，但从现实条件看，尤其对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来说，安全始终建立在多元组合之上。新加坡这些年持续推进本地集水、进口原水、New Water 和海水淡化，重点在于形成多层缓冲，而不是依赖单一来源。在这个框架下，与柔佛讨论基建合作，体现的是把现有多元体系中的跨境部分做得更稳定。这个变化重要，是因为未来风险更多来自气候波动、污染事件、基础设施老化、人口扩张和产业升级的叠加影响。面对这类复合风险，真正有效的是冗余、备份和协同。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经验。香港长期依赖东江水，关键在于长期工程投入和制度安排。跨境河流水系治理也是如此，稳定性通常来自共同标准、监测体系和应急机制。新马关系有自身特殊性，两地距离很近，历史记忆复杂，国内政治对水议题长期敏感。正因为如此，两国逐步把水供议题转向工程合作和风险管理，其意义已经超出供水本身。这说明新马关系正在从脆弱互赖转向可控互赖，这种变化本身也会增强区域稳定性。这盘棋真正重要的地方，不在于新加坡是否增加了一笔支出，而在于两国是否正在重写彼此互赖的方式。过去，新马最敏感的议题经常被历史记忆主导，现在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双方开始通过供水系统、RTS Link、经济特区和制度安排，把原本敏感的连接逐步转化为稳定机制。对新加坡来说，这既是水安全议题，也是对外合作方式的体现。核心做法是通过工程和投资，把风险尽量前置处理。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3件事，包括是否出现更具体的项目清单和执行机制，柔佛州与马来西亚联邦层面的协调能否持续，以及 GSSEZ、RTS Link 和水供升级能否真正形成相互支撑的系统。新加坡当前关注的重点涵盖水、
安全、经济红利和更稳定的新马关系，这几个目标并行存在，并且相互关联。